别走啊，别走啊，行行好吧。这次看弹不服气干，我是推手迷幻。今天啊，再来挑战出生岛物资吃鸡挑战啦！上次的视频啊，纯粹是搞笑的，这次我们重来。在这天上飘了半天了，也没看到船，只好先去开地上的蹦蹦啦。上海岸线都看过了，那应该是刷到下面了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。我这前面莫非是辆摩托车？难道我又要被小船导致任务失败了吗？当然不会，要问为什么，你们看看进度条就知道了。我加大油门冲了过去，争取让他们也带上我，直接把车开到了海里啊。他们也在等最后一名队友，我也是你们的队友啊，只不过我的名字是一个空格，所以你们看不到而已啊。别走啊，别走啊，行行好吧。行吧，一点互助友爱精神都没有，这样怎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？但是我看到了左侧还有一辆船，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呢？我这局就算拿不到物资，不能把你们全做了，我至少也要把你们的船废了。如果我能前去成功全灭对方，拿到出生岛物资，大家就帮忙点关注点个赞吧，感谢。上次看弹不服气干，咱们说干就干，我立马上船，全程按着加速冲刺，毕竟我也根本不打算让这艘船回来啊。很快到达了小岛附近，然后我听到了最不可能听到的声音——交火声。合着这里还有一队啊，加我一共3队人，打得这个嗨啊，比 P 城还要热闹啊！快入手，你们用的可是我的物资啊，能不能给我省着点？我从另一侧上岸，这边有一个防空洞，按理说照他们的速度还不大可能搜到这里啊。等拿到物资后，我再从后面一个人包围他们所有人。我上岸一路狂奔来到防空洞，看样子这里的确没有人来啊，只要有枪就 OK 了 ，M762 可以，维克托 VSS。你别说啊，光是这个防空洞就够肥了。一级头要是再能有个甲，就能去问打工仔们要东西了。哇，3级甲，豪气啊！这熟悉的触感，这安全的感脚，我是多少局没穿过了？收割时间到，刚刚在地下就听到脚步声咔咔的，应该是刚刚搜完我正上方的大房子，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肯定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一只咬人的蜜獾啊！要时刻注意上面，一下打上是绝对的劣势啊，所以一定要万分小心。我慢慢摸了上来啊，并没有发现敌人的身影。正当我怀疑敌人会不会放弃这2个洞直接走了的时候，突然又传来2声枪响，打消了我的顾虑啊！隐约听到一点脚步声，貌似来人了。我赶紧回到集装箱后埋伏好。敌人从右侧来了，枪也收起来了，他尽情奔跑，完全没有闻到危险的味道。趁他的队友还没有来，我光速舔一波，还好我枪法够准啊，完美的避开了他的头盔。一整包东西都是我要的，帮我捡了这么多东西，真是辛苦了。我搜刮完毕，迅速回到掩体后，他的队友貌似马上就要来了，山顶有人将其击倒，可惜差一枪没能补掉，但是貌似从这侧并不能上去啊，有些可惜。毒枪来了，我打算边跑边战。刚刚被击倒的敌人也回来了，貌似想找我复仇，可惜又被我瞬间放倒。这就告诉我，这是一支3人队，相互补他，看能不能逼迫最后一人现身。看来是个冷酷的敌人啊，死了后没有下来的意思，那只能倒霉他的队友了。此时他一定还在山上观察，不可能没人，否则是谁让他起来的呢？僵持下去啊，也只是浪费药品。我决定主动吃鸡。吉利服，是黄色披风啊，感觉这衣服有一定吉利服的效果啊。于是我决定拿上穿穿看，看看这位打工仔啊帮我捡了些什么东西啊。3级包556子弹8倍就不要了，最后是衣服。经常能看到穿着衣服的在上飞机前在广场被人群殴啊，难道这件衣服很值钱吗？也顾不上自我欣赏了，赶紧溜了。感觉捡的这一堆喝的都要交代上，还好这个圈刷的不是特别远。我一路小跑回到船上，想以最快的速度返回陆地，但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没油了。还好我有足足4瓶止痛药，我立马喝上1瓶，同时光速返回桌面查看路屏是否正常。毕竟我上局来出生岛，整局杀了好几队还吃鸡了，但是没有录下来啊，想想就来气。我回到岸上，还好敌人给我留了摩托车，油门踩到底，连滚带放的冲进了安全区啊！我来到 P 城仓库附近有个蹦蹦，或许有人。查看之后发现是我多虑了，只好失望离开。之后我冲进 P 城，穿梭在楼宇之间，小心翼翼的把 P 城翻了个底朝天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见过啊，实在是无聊。安全区再次刷新，我骑上我的摩托打算离开，但却一个不小心摔倒在了沟里啊！我想尝试看看能不能从这个斜坡上去，或许这个太细了，墙面也无法上去啊。那从比较宽的斜坡呢？看来也不行啊，无可奈何，补全即将来临，我也只好徒步上前。很快毒网把我覆盖，如果接下来没有车，估计要浪费掉我全部弹药了。终于还是遇到了一辆吉普啊！进入安全区，我用充电饮料把电量充满，以应付接下来的大战。之后驾车朝着圈中央的房屋疾驰而去。这里有车，而且还开着门，这很可能有敌人啊！由于交不起停车费，我把车竖了起来以省钱。我小心翼翼地慢慢上楼，但是我却忽略了最简单的位置啊。
还好敌人枪法过烂，我下楼裤裆套雷，打算先吓吓他。可惜位置计算有些许偏差，还是直接掏枪做了他吧。他化作一缕青烟，但我感觉对面似乎还有人啊！我翻窗下楼，紧盯着敌人可能出现的点，快速跑进屋内。貌似屋内并没有人啊，有脚步声来了。62瞬间击倒，他貌似还有队友啊！就在外面草丛，我出门快速对其扫射，但是没想到这个汽车居然是冲过前的，用极其不合理的空气墙帮他挡下了所有的子弹。他趁我放弹起点，想要起身反杀我，奈何我手速够快，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都能遇到空气墙。然而让我更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那就是房东来了，收了一大波房租啊！我默默地把今晚本要做海鲜大餐用的一粒虾米默默地放回了冰箱，感冒药都掰下了半片放了回去。也由于房东的这波干扛，导致我最终惨死在跑毒的最后一刻。但是我要是这么结束，又要被粉丝说我短了。于是我又开了一局，但是这局更搞啊！怎么搞了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同样的套路，同样的配方，我再次来到中生岛。这一次我在这里捡到了 N 个急救包、二级头、花内火烧的 AKM、肾上腺素、一瓶止痛药与一把 M4，与200多发556与200多发762啊，4倍镜甚至3级甲。可惜这次没有打工仔帮我捡啊，自己捡格外累。我再次光速回到船上，这次我小心控油，终于安全到达岸上，还有37秒。我打算到最后一刻再用肾上腺，以充分利用其价值。安全区并不算太远，一般前方都会有车，问题不大。我就这样一路向着前方的刷车点跑去，但突然看到了前方一个小黑点，是一名敌人，估计一会儿应该就会朝我开枪了。我并不打算理会他，径直向前方的轿车位置跑去。但是这名敌人看到我后，居然直接转头跑向了围墙后啊，使我十分好奇。如果是机器人，为什么不打我，反而躲起来了呢？如果是真人，为什么行动这么奇怪呢？光子是不是又给机器人输入了什么新的指令啊？我就这样一直看他的位置，想着他会不会突然出来给我来上一枪，从而使我忘记了打药这件事啊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我默默地把刚刚收起来的半片感冒药又拿了出来，不然怕不是省下的钱都要买棺材了呀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大步的脚步声，他居然过来舔爆了。问题来了，他到底是不是机器人啊？我貌似成为了第一个被机器人舔爆的视频作者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厉害了。